President, you put out on Truth Social a post regarding your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Xi. Right. Can you talk about whether or not you feel that trade talks, trade relations are back on track after appearing to be a little bit off track? 上周最重要的新闻啊，无疑是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事情啊。这个电话，特朗普应该说是等了好几个月啊。这哥俩上一次通电话还是今年年初的1月17号，特朗普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啊。这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这几个月之前，那特朗普不是对全世界发起贸易战吗？对中国他加征34%的关税。与此同时，他就宣布，他说只要是习近平给他打电话，一切都好商量。这34%啊，其实只是漫天要价。结果没想到啊，习近平不但没给他打电话，同时呢也加征了34%的关税啊，双方你来我往啊，陷入了一场关税啊加码的游戏。最后双方一直加到100%多，也都没法加了啊，最后谁也受不了了。前不久，中国的何立峰跟美国的贝森特到了日内瓦，悄咪兮兮的开始搞谈判。谈判的结果呢，就双方把这个关税都降了，一直降到了贸易战之前的水平啊。这之后呢，这双方关系不是有缓和吗？所以6月5号这一天，特朗普呢终于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通上了电话，双方一聊就聊了1个半小时啊，据说是聊得挺热络的啊。聊的内容啊，主要就是如何落实日内瓦谈判过程中双方达成的这个贸易协定的原则。The agreement was we're going to have Scott and Howard and Jameson will be going and meeting with their top people and continue it forward. But no, I think we have everything. I think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with China and the trade deal. 因为这个日内瓦谈判结束之后，中美双方并没有立刻进行具体事务的谈判，相反呢，陷入到了相互指责。中国就指责美国说，华为芯片，你们当时谈判完第2天就说全世界范围内谁要是敢用华为芯片，谁就违反贸易制裁原则。美国指责中国说，你们都说了，这稀土啊，你们不管制了，结果你现在还对我们美国进行稀土管制，我们也拿不到稀土啊。We have a deal with China, as you know, but we were straightening out some of the points, having to do mostly with rare earth, magnets, and some other things. So those reduced trade tariff rates, they remain in effect? Yeah, we have the deal. I mean, we've had a deal. We announced the deal. 所以你看，双方啊，实际上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没有具体的落实。所以双方，习近平跟特朗普主要是谈这件事情，马上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贝森特跟中国的何立峰在第3地马上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呢，这特朗普还说啊，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Did you talk about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you allowing them to come to the US? No, Chinese students are coming. No problem. It's our honor to have them, frankly. Look, we want to have foreign students, but we want them to be Chinese. 与此同时呢，这习近平还邀请特朗普访华，特朗普非常开心呐，欣然表示接受啊。We had a really good conversation. By the way, he invited me to China, and I invited him here. We both accepted. So I'll be going there with the First Lady at a certain point, and he'll be coming here hopefully with the First Lady. 然后呢，特朗普也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要说这件事情啊，皆大欢喜啊，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啊，原本是特朗普心情非常好，结果呢被马斯克给搅和了。就在这个特朗普啊正在欣喜于跟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是马斯克在推特啊连发了35条帖子，拼命的对特朗普啊进行了死亡攻击啊。他说这个特朗普啊恩将仇报，当时如果没有他，那这次他总统大选根本赢不了。那众议院肯定会输给民主党，就是参议院的话，了不起你共和党，也就是51对49。还说啊，特朗普啊，这当年他就在爱泼斯坦的那个罗利岛的名单上。他说为什么这个罗利岛的名单不能公布啊？就是因为特朗普自己在那名单上，那整个舆论大哗呀。那这个特朗普，你想想，心情全给搅和了。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个马斯克，说马斯克好像有点疯了。他好像是吸毒有点吸过量了，有点疯了，所以这2个人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开始互撕。马斯克呢是以推特为核心，这特朗普呢他自己不是有个真相传媒吗？双方你来我往啊，就在网上之间开始隔空对线。这场隔空对线啊，不但撕得精彩啊，而且对美国未来的政局发展
都有着重大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马斯克啊跟特朗普恩怨情仇的故事啊。这马斯克啊一开始啊实际上是不太支持特朗普的。大家都知道，他早期啊他主要是支持民主党。他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大概就是2022年左右。他呢其实啊他支持的人呢主要是从民主党开始转到了共和党。他自己曾经讲过，上2次美国大选投票，他一次投了希拉里，另外一次投了拜登。那么他的转折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民主党这些年啊搞的这些政治正确的措施，他不太感冒。他认为民主党啊对市场中间的管制比较多，他的超级工厂在美国落地也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呢，他每年呢搞那个星舰那个计划，NASA 对他好像是这个管得比较严，一弄就让我们拖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对民主党他不感兴趣。还有他儿子不是也变性了吗？他认为民主党这些政策啊对他的家庭、对他的事业都构成了重大的打击啊。I do not want to comment. I look pretty good for a dead bitch. 所以呢，他是转而支持共和党。他支持共和党，一开始他其实也并不希望支持特朗普，因为谁能想到特朗普被选下去之后还能卷土重来呢？所以在2022年一开始，他对特朗普他还说他不看好他。他说这个人呢，应该是挂冠而去啊，驶向夕阳。言下之意啊，就是特朗普啊，你已经年破老矣，你呢就回家养老就得了，你不要再掺和，再继续选举了。但是没想到，大家都知道啊，这一次美国大选的过程中间，这特朗普一开始在竞选的时候，不是挨了一枪子儿吗？那一枪子儿打过来，把他耳朵不是打掉一个角吗？这件事情啊，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因为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特朗普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的民族英雄啊，尤其是美国共和党这批人呐，特朗普那时候的声势也是如日中天呐。就在这之后，马斯克开始全力支持特朗普。他据说啊，给特朗普的这个超级竞选委员会啊，先后捐款了2.7亿美金呢。因为美国啊，对这个大选过程中间，你个人你不能直接给候选人捐款太多钱，但是你可以给超级竞选委员会捐钱，这个不限数字啊。你捐完之后，当然了，这个超级竞选委员会啊，它的使用它会有一些限制啊。但是因为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支持真的是真金白银。大家记得去年美国竞选的时候，美国不是有7个摇摆州吗？这7个摇摆州，那马斯克啊不遗余力的支持特朗普啊。当时他为了支持特朗普，还搞了抽大奖嘛，说每天你到那去搞游行、搞请愿活动，一天抽一个100万美金获奖者。后来还被人给告了，说马斯克这有可能是违反美国的选举法呀。所以你可以看到，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支持啊，那真的是又出人又出钱又出力。后来啊，这个特朗普啊，在胜选之夜的时候，这马斯克跟特朗普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他就跟马斯克一起在马斯克的海湖庄园那天看开票结果。这开票出来的时候，特朗普不是在他们的海湖庄园搞演讲吗？马斯克那天没有上台，但是特朗普那天在台上那称赞马斯克，那是不遗余力啊。Who did you say? Oh, let me tell you, we have a new star. A star is born, Elon. Now he is. Now he's an amazing guy. We were sitting together tonight. 所以当时媒体就猜测啊，在特朗普的新政府里头一定有马斯克的一个位置啊。果不其然，后来啊，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就任命为马斯克啊是政府效率部部长。这政府效率部呢，其实我估计啊，也是马斯克自己想搞的一个部门呢。因为他当时在支持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他就讲过，他说民主党政府啊，人浮于事，搞了那么多钱，每年的开支这么多，他如果要是能够主导政府开支的话，他说一年可以节约砍掉2万亿这个政府开支啊。这个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马斯克不得了，肯定是可以大刀阔斧的对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改革啊。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就任命马斯克作为政府效率部部长。这个政府效率部啊，不是内阁成员，但是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砍预算。马斯克不是说了吗？美国政府有很多部门人浮于事吗？这些部门都不应该存在。说马斯克就当了这个政府效率部的部长，目的就是希望，他当时已经缩水了啊，不是说能够节约2万亿，而是能节约1万亿。
所以当时的关系非常亲密。马斯克到了这个华盛顿去住，这特朗普请他住在林肯的这个卧室啊，而且出门的时候啊，经常空军1号啊，就是马斯克跟这个特朗普啊成双入对啊。而且马斯克当时啊，这个如日中天的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还记得吗？那当时特朗普刚刚上台的时候，那马斯克还去会见这个印度总理，带着自己的小儿子。按道理来讲，他只是一个政府效率部的部长啊，而且还不是内阁成员，他去会见这个印度总理啊，实际上是不太合乎体制的。这种事情啊，特朗普没有时间，也应该万斯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马斯克当时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相当于美国的常务副总统，享受副国级待遇啊，把万斯都给挤到一边，没有存在感啊。所以那个时候马斯克你可以看出来，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啊。但是啊，这当时这政府效率部啊刚刚搞没多久，紧接着双方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2月份的时候，这当时马斯克就给美国所有的联邦雇员发了一封邮件，说你们这个赶紧汇报一下过去1个星期你们的工作都干了些什么。你如果是不汇报的话啊，你有你们好果子吃。话说得非常不客气啊。这封邮件引起了特朗普内阁很多人的不安，甚至说是惊恐。为什么呢？首先是马斯克在发这封邮件之前，所有内阁成员没有收到备忘录，也就是说内阁成员不知道马斯克要写这封邮件，这是第一。第二，马斯克写的这封邮件呢，他其实也犯了一些基本错误，比如说他把这封邮件发给了很多法官。按照美国3权分立制度啊，这法官实际上不属于联邦政府的雇员。你让人法官向你汇报过去1个星期干什么，人家法官犯得着向你这个行政分支的人汇报吗？根本不理你。所以呢，内阁成员很多人就说马斯克并不懂联邦体制，你怎么能让法官给你汇报呢？这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雇员里头有很多人干的是涉密的工作。你比如说五角大楼的这些人，情报网络的这些人，人家能把过去1周的情况向你汇报吗？涉密啊！你马斯克，你连内阁成员都不是，你都不是政府雇员，我凭什么向你汇报啊？所以当时很多内阁成员就认为马斯克这个东西搞得太业余，你就是个商人，你根本不懂政府运作。就那个时候啊，这特朗普还是比较支持马斯克的，虽然内阁成员对马斯克有意见啊。当时最明显的，那不是当时这个特朗普专门买了一辆红色的特斯拉，在自己的白宫的南草坪那放到那儿。他说这车非常好，他准备要买这个车。所以有人都说他是给这个马斯克直播带货啊，站台啊，站台卖车啊。所以你可以看双方当时关系有多铁啊。但紧随其后啊，双方就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这个不愉快呢，最重要的呢就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马斯克当时就把这个美国政府的国际开发署给干掉了嘛。国际开发署干掉这件事情动静很大，因为国际开发署啊还算是美国国务院下面一个比较核心的部门，所以导致了很多人上街游行，就抗议马斯克，导致了马斯克啊，就是当时啊这民调包括民间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有些共和党的人就认为马斯克已经由政治资产变成了政治负资产。第2个方面呢，就是马斯克跟纳瓦罗啊搞起来了啊。纳瓦罗当时啊就是川普搞的关税战的操刀人，全世界都发起关税战嘛。当时马斯克啊就跟纳瓦罗之间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他认为纳瓦罗啊，他说蠢得像个砖头一样，而纳瓦罗呢对这个马斯克也不客气啊，他说马斯克啊实际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个组装汽车的。那2个人你来我往啊，就在空中交起了火啊。本质上来讲呢，还是因为这个纳瓦罗搞的关税战啊，这个马斯克是不认可的。马斯克呢，他自己啊，他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你想想，他的超级工厂啊，在德国、在中国、在墨西哥都有啊。那如果你要是在美国搞起这么高的关税的话，那对特斯拉来说，那将构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他非常之不认可啊。这个特朗普啊，据说当时还找过这个马斯克，说你说话注意点啊，
你这个纳瓦罗毕竟也是自己人嘛，你们两个吵架，那公众怎么看呢？那当时的白宫新闻发言人不也在那说吗？ There's been some public sparring between Elon Musk and the president's trade advisor, Peter Navarro, on some of these tariffs. Musk actually referred to Navarro today as being, quote, dumber than a sack of bricks. Are you at all, or is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all concerned that this is maybe impacting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ariffs? It might be messing with the message on it? No, look, these are obviously two individuals who have very different views on trade and on tariffs. Boys will be boys, and we will let their public sparring continue. 说两个男孩之间的吵嘴，大家不用太介意啊，其实是很介意的。这里头呢，紧接着就出现一个人，就是贝森特。其实这个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啊，纳瓦罗是他周围其实最核心的制定政策的人，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关税战，就是纳瓦罗操刀的嘛。贝森特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关税战的做法也不认可，马斯克也不认可，所以当时贝森特就传到这个马斯克，说你去反对这个纳瓦罗。所以在马斯克跟纳瓦罗啊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贝森特是站队马斯克的。后来那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股市债市大跌啊，最后呢，川普啊就把这个关税战的措施啊就暂时的给终止了。纳瓦罗呢也渐渐就淡出了权力核心。纳瓦罗淡出权力核心之后啊，马斯克啊跟这个贝森特两个人又发生了冲突。就今年4月中旬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呢各推荐了一个国税局局长的人选。据说是有一天啊，这川普啊把这个贝森特和马斯克同时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两个人各拿出了一个自己啊国税局局长的这个候选人。结果川普呢选择了贝森特的人选，没有选择马斯克的人选，这个对马斯克影响很大。据说出来之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啊，这马斯克就不开心呢，然后贝森特就讽刺他说：“你说什么这个就是减少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1万亿，你减少了吗？是吧？”那马斯克对外宣称说是减少了1700亿，但是据说美联社啊、路透社统计啊，实际上只减少了190万美元，相差太大。所以贝森特就跟马斯克说你是个骗子，你说这个东西一共只能说能减少1万亿，你根本没做到。马斯克一听就火了，对他来说，政府效率部就是要减少开支的，结果没减少吗？他自己也不爽啊。据说他就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那样，上去就用肩膀撞这个贝森特。这一撞完之后，贝森特就还手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就打起了拳击。据说啊，就撕破开了，就在白宫那个地方。这个呢，就当时被《纽约时报》给报道了，好几个人上去就把这人给拉开了，真打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贝森特跟马斯克之间呢，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啊。据说这个消息传到了这个川普呢，川普当时就对马斯克说，他说这个太过分了，说马斯克太过分了，你直接打贝森特那还得了啊？而且你这个内阁的核心成员就在白宫里头打起来了，发生肢体冲突，这样传到外面去，那成何体统啊？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马斯克跟内阁成员之间的冲突呢，也是愈演愈烈。那么到今年5月30号的时候啊，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按道理来讲就到期了，因为他当时签的合同啊，就是到5月30号。据《华盛顿邮报》来讲啊，马斯克其实还想继续干，但是呢，其实川普不想让他干了，所以在5月30号这一天，在白宫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欢送马斯克。那天啊，那个仪式啊，搞得还是像模像样的啊。这川普啊，就在那个对媒体说，他说：“你看，他说这个人，这马斯克做得非常好，还送了他一把金钥匙，说这钥匙你可以自由的来白宫吗？说这不是一个结束，仅仅是一个开始，就不当这个政府效率部部长了，就变成了这个特朗普的总统顾问，还挂了一个虚衔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没权利了啊。那马斯克呢，当时大家可以看，就这一次啊。”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马斯克旁边的表情，那表情当时看这个特朗普啊，就已经实际上给人感觉啊，就压不住火了。只不过没办法，面对媒体啊，所以啊，实际上这个时候两个人之间已经分道扬镳了，只不过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就在马斯克离开白宫之后的第2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马斯克的打击更大啊。就此前啊，马斯克曾经提名一个人叫艾萨克曼
来当 NASA 的这个局的局长，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啊。这个艾萨克曼呢是个美国的亿万富豪，据说有10几亿美元的资产啊。他同时也是一个航空航天狂热的探险爱好者。2021年的时候啊，他曾经包下马斯克的龙飞船，搞了世界上第一次私人太空旅行啊，一共4个人，他还作为指令长。后来他又搞了一次啊，还搞了这个太空行走啊。他是不遗余力的支持马斯克的火星探险计划，也包括马斯克的这种月球探险计划啊。这马斯克啊，过去啊对 NASA 对他的一些政策他就不满，因为 NASA 呢对马斯克的这个星舰计划实际上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他认为马斯克啊应该把重心放在龙飞船上，你搞星舰有点太冒进，尤其是搞火星探险计划。而马斯克的雄心肯定不仅仅是龙飞船，他是真的要是给火星移民的，要准备移民100万的。然后呢，这月球计划都是火星探险计划的准备。但是 NASA 每次对他这个星舰的这种试飞啊，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一会儿这儿不行啦，一会儿那不行啦，包括环保啊，包括安全呢，马斯克就不爽。那假如说让阿萨克曼如果要是当上了 NASA 的局长啊，那肯定是一路绿灯啊。他对艾萨克曼实际上是非常期待啊。可没想到，就在6月1号这一天啊，特朗普就宣布这阿萨克曼的提名作废了。此前特朗普啊是曾经公布过，说已经提名他了。这提名这阿萨克曼呢，今年只有41岁啊。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又宣布作废了呢？有人就说了，说有人查出来这阿萨克曼呢过去给民主党捐过钱，支持民主党啊，支持这个我们的反对党啊，跟共和党不是一伙的，那怎么能提名这样的人做 NASA 的局长呢？那当然也有人说啊，其实特朗普是防止马斯克啊以他的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啊来劫持美国政府的太空计划。因为马斯克这个太空计划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超越现阶段人类的这种想象力的这么一个规划啊，所以他呢就是一直想移民火星嘛。但是美国政府就认为你这个计划有可能跟美国现在的太空部署计划呢是相冲突。如果你要是真的那么搞得那么激进的计划，对美国政府不一定是好事儿。当然再加之实际上马斯克跟特朗普关系已经不好了，关系不好之后，你提名的这个人，我凭什么我要让你提名呢？让你去当呢？那么对于马斯克来说，如果这个阿萨克曼如果没当上去的话啊，换一个人，那整个美国 NASA 啊对太空探险计划过程中间的方针对他都非常不利了。你想想，那美国政府里头每年给马斯克的那些订单多了去了，上百亿美元呢。那波音公司都慢慢出局了。那假如说一个新的 NASA 局长并不认可马斯克的这个路线的话啊，那很多订单可能就会从现在马斯克的这个公司里头转移到波音去，所以对马斯克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马斯克当时是非常愤怒啊，他在推特上一开始说，他说这个阿萨克曼是一个又好又善良的人，结果也没用了。据说啊，阿萨克曼呢，在这个5月30号的时候就接到了通知，说不会任命了。他自己讲，他说是因为马斯克已经离开了美国政府，如果他继续在美国政府效率部干，他这个任命啊就有可能继续。当然这没办法了，马斯克跟特朗普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已经翻了。人家特朗普不希望继续再聘任他当政府效率部部长了，所以马斯克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压垮双方啊这个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所以这之后呢，马斯克就开始不遗余力的开始攻击美国政府了，开始攻击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大美丽的法案啊。这大美丽法案呢，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啊，不遗余力要搞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减税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税啊，扣税的额度过去是1万，是增长到4万美元啊，还包括什么小费不收税呀，加班费不收税呀。但总而言之，给人感觉这个减税计划是对富人更有利，这一点马斯克是不太赞成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增加了很多投资，比如说国防方面的投资啊，无人机啊，导弹计划要增加1700亿美元，还比如说那个边境墙啊，又搞了700亿美金啊，还比如说 AI 的产业的就是监督啊，什么发展呢？总而言之，要增加政府投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电动汽车这个行业政策发生了变化。
因为特朗普一开始搞的那个电动汽车计划里头啊，不是有补贴吗？你希望马斯克这个电动汽车产业回到美国吗？所以当时拜登政府的时候就搞了一辆汽车补贴$7500，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2032年。结果特朗普现在说了，这个政策马上结束，到2025年就结束了，不给补贴了。而且过去这些电动汽车你都可以抵税啊，一个二手电动汽车最高可以抵税$4000，通通都取消了。那这个对马斯克打击也很大，所以马斯克对这个大美丽所谓的法案，他是非常非常的不爽。所以在6月3号这一天，他就开始说了，这个大美丽法案有毛病，这些人非常愚蠢。这大美丽法案呢，在美国的众议院通过的时候啊，实际上也是充满了分歧和争议啊。最后是以215票对214票，仅多1票的优势通过的。那么为了通过这项法案呢，实际上在这个法案过程中，前面塞进去了很多妥协性的法案。这个法案一共有1100多页，但是一直到700多页才开始进入到大美丽法案，前面乱七八糟的，什么关于鸡粪的这个怎么处理啊，什么如何保护大西洋鲑鱼啊等等啊，都是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塞进去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特朗普在整个4年施政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宏伟的计划。但马斯克为什么反对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因为马斯克到了政府效率部，他就是认为美国政府啊，他现在你是花钱太多了，你的浪费太多了。但是这个大美丽法案呢，一个是要开放美国的这个举债，他认为过去的这个举债的上限额度是一直可以搞。那么通过举债呢，它是增加政府的开支，说这几年呢，一共会增加2.3万亿。这2.3万亿是个静态指标啊，如果加上利息的话，就到了3万亿。如果要是中间再追加点，有人就说了，有可能增加到4万亿到5万亿。这4万亿到5万亿是什么概念呢？美国政府现在一共的这个债务负担是36万亿。马斯克一直就讲，美国政府你搞这个举债啊，最终搞不好就导致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崩溃啊。那你现在又举债，那你这啥意思啊？所以马斯克在没有离开白宫之前，对这个法案其实就已经不满了。现在离开之后，他就更加不满了。再加上他提名的人选，你这个不感冒，所以他就6月3号这一天就开始攻击这个大美丽法案。6月5号这一天，我不是讲了吗？人家特朗普原本跟习近平打电话非常开心，他看到马斯克这2天在网上的表演，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开始抱怨马斯克。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in this room, and I'll tell you, he's not the first. People leave my administration, and they love us, and then at some point they miss it so badly, and some of them embrace it, and some of them actually become hostil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t's sort of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I guess they call it, but we have it with others too. They leave, and they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the glamour's gone, the whole world is different, and they become hostile. 就是说他这个精神有点不太正常。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那马斯克就开始怼他了，因为特朗普就说，他说如果马斯克没有他的补贴，他什么都不是。那马斯克就在6月5号这一天开始集中发起了对特朗普的攻击。这攻击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讲，他说当时大选的时候，如果没有马斯克，这个共和党根本赢不了，你这个特朗普根本赢不了，那你这个众议院肯定是民主党的。说特朗普恩将仇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说特朗普不是讲了吗？他说大美丽法案当时这个电动汽车取消补贴的时候，马斯克都知道，结果呢他当时不说，他现在讲，马斯克就说特朗普撒谎，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这太明显的谎言了。紧接着这马斯克不就是抛出那个炸弹吗？说这个特朗普在那个爱泼斯坦的罗利岛的名单上，为什么特朗普不敢公布这个名单，就是因为自己在这名单上。这个当时公布出去之后好多媒体就炸了。那你想想，这就相当于指责特朗普自己到了那个罗利岛上，就是爱泼斯坦的那个当时那个性招待那这个对特朗普公众形象的打击，那你可以想象特朗普回去说马斯克一直说
说要减少政府开支。我看减少政府开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政府给马斯克这企业的补贴都取消了，把政府给马斯克的这个合同都取消了。大家都知道 NASA 啊，这个有跟马斯克这个龙飞船之间有很多合作啊，你包括这个登月计划过程中间都指望这个星舰呢。那马斯克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说：“那干脆我们把龙飞船给退役了吧。”龙飞船现在是美国跟太空之间唯一能够运货和运人的。在没有龙飞船之前 ，NASA 还得去俄罗斯那个地方买这个舱位，那一个舱位贵了去了。马斯克就是用这种方式想威胁美国政府啊。不过后来他把这2条都给删了，一个是龙飞船退役的，还有一个爱泼斯坦的。我估计这个哥们儿可能也是有点吸毒吸嗨了啊。马斯克吸毒这件事情啊，应该说这个媒体都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那《纽约时报》就报道过，让马斯克啊每天都吸氯培酮。说氯培酮是治疗抑郁症的一个药物啊，到什么程度？据说对他的肾都造成了影响。就在5月30号那一天，这是特朗普不是跟马斯克搞了一个告别会吗？告别会的时候，这马斯克的眼圈都是黑的。马斯克他自己解释说，他跟他小儿子玩的时候被小儿子打了一拳。很多人都怀疑他就是肾坏了，就是吸毒吸过量了。据说特朗普的核心幕僚那天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份文件，就是关于马斯克吸毒的问题，以防止媒体问他的时候他怎么应付。说这个马斯克吸毒的事情啊，那没这个事儿，替他掩护呢。其实马斯克吸毒这确有其事啊。所以是6月5号那一天，我高度怀疑啊，这马斯克那天吸毒肯定是吸嗨了，所以一下子发了30多条。那发了30多条，他肯定事后觉得有些东西也不太合适，就给删掉了。包括有不是人说要弹劾这特朗普嘛，他在底下还说 yes， 你知道吧？而且呢，他最后他还说，他说实在不行，我们组织一个美国的第3党，团结美国的中间派，大家都给他投票啊，我也去投了一下啊，我也支持了一下啊，支持他赶紧成立第3党啊。而第3党当时支持他的人呢，大概有80%。所以马斯克一看有这么高的民意基础啊。那整个马斯克啊跟特朗普之间的在网上这种兑现啊，大概的这个过程就是如此啊。那最后我还来讲2点啊，就马斯克为什么跟特朗普之间啊，最后是从这个关系非常密切、亲密战友、副统帅变成了分道扬镳。我认为最核心的原因主要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斯克他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维护者。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那些商人，包括苹果啊，包括英伟达呀，所有这些人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都持反对意见，包括马斯克也是如此啊，因为他们都是全球化贸易过程中间的受益者，从英伟达到苹果到特斯拉都是。但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战本质上来讲，我过去反复讲过，它实际上是走向孤立主义的一个象征。他希望通过关税战来重构美国的制造业，然后呢，来振兴美国国内的就业。这一点马斯克是根本上不认可的，他认为没可能。他自己他有经验啊，你美国的超级工厂在美国国内建，跟在中国建，跟在德国建比起来就是不行啊。所以马斯克是坚决反对贸易战的。这一点实际上双方在本质上就存在着冲突。所以过去呢，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只不过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实际上最终分崩离析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马斯克这个人呢，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工程师思维啊，就他确实啊，这个火星探险计划在他内心中间，这是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认为你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之间的纷争，跟他这个火星探险计划比起来都不值一提。所以啊，他就希望本质上来讲能够让 NASA 来配合他，给他钱，给他这样的一个开绿灯。但没想到这个计划呢，也因为他提名了 NASA 的局长啊，最后呢被否决，而受到了重大挫折。有人就说这个特朗普就防止马斯克劫持美国的太空计划，咱们不知道啊，我觉得分析的可能也有点过分解读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对马斯克的打击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这2个人本质上来讲，他其实是因为特定时期的那种利益结合在一起，
最终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是分道扬镳了。那么分道扬镳之后啊，那么未来这双方你说还有没有可能复合呢？我认为复合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啊。那接下来，那特朗普为什么对马斯克相对来说还比较客气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斯克啊，他当时提出来要组建这美国第三党。在美国历史上，要组建第三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这个小选区制，你这个选区最后你是赢者全拿，所以他对小党是非常不友好的。美国历史上1990年，那不有个超级富豪，那佩罗，他不是也出来竞选总统吗？得了19%的普选票，但实际上离这个当选还差老远了啊！选举人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啊，马斯克如果真的搞第三党啊，咱且不说他会不会成功，他成事可能或许是不虞，但败事是足足有余了。由于马斯克现在的主要支持者都来自于共和党，假如说他搞第三党的话，他有可能在美国的参众两院的选举中成功的把共和党给拉下马，最后受益的是民主党啊。所以现在实际上我认为啊，就现在川普其实比较忌惮的就是马斯克的这一点。你真把马斯克逼急了，他真搞一个美国党出来，或许他参议院选举、众议院选举他拿不到票，但是你让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纷纷落选，这件事情共和党也受不了啊。所以马斯克这个人呢，他政治能量啊，他可能不是体现在建设性方面的，他是体现在破坏性方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对于特朗普来说，我认为他不会取消对马斯克这些企业的那些订单，甚至那些该有的补贴他也会给他。而马斯克后续会不会成为第三党，可能是双方的这场交火会不会继续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假如说马斯克真的成立了第三党，那也就意味着他跟共和党之间啊，最后还有一点和解的可能性就彻底丧失殆尽了，那就真的变成了势同水火的敌人，那未来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可就大了去了啊。那么呢，我们呢也会拭目以待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We have here a very special that I give to very special people. I have given it to some, but it goes to very special people, and I thought I'd give it to Elon as a presentation from our country. Thank you, Elon. Thank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I've always liked Elon, and it's always very surprised. You saw the words he had for me, the words of, and he hasn't said anything about me that's bad. I'd rather have him criticize me than the bill, because the bill is incredible. What's your view on Elon Musk as of today? I mean, have you heard from him at all? Is your Honestly, team?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on China, working on Russia, working on Iran, working on so many things. I'm not thinking about Elon. You know, I just wish